我经常在跟粉丝朋友们沟通交流的时候，我说我吃有机猪油，我也自己在市场里面买猪板油回来自己炼猪油。那我就会有朋友说，那你买的那个猪板油，它那个猪肯定是吃饲料的，饲料里面肯定有激素的，如何如何。说对啊，他讲的是对的。那我跟朋友们讲说我喜欢吃生菜，那朋友们就会说生菜有农残呐，你要小心啊。是啊，我们的食物还有我们的环境里面确确实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有毒有害物质啊。那是不是就代表我不应该吃蔬菜了呢？我吃生菜的解决办法是我买比较好的果蔬清洁剂去浸泡去清洗。可是如果从一个比较挑剔的角度来说，那你有把握你真的洗干净了吗？当问题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问题就不仅仅是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来源了。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不是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360度的包围着我们所接触到的空气，我们所接触到的水，包括我们洗衣服用的洗衣粉，化学物质不仅仅是我们食物里面吃到的东西里面可能会有有害物质，在我们生存的环境里面有害物质是无所不在的。工业废气、汽车的废气，废气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挥发的有机化合物，各种工厂、化工厂、油漆、胶水、溶剂、塑料、橡胶、石化工业、电子制造业，各种行业都有污染物、废弃物散发出来。难道我们接触不到吗？不是的，我们仅仅是看不到，我们仅仅是摸不到，不代表我们接触不到啊。各位还记得 PM2.5 吗？ PM2.5 如影随形，时时都在的，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而已啊。PM2.5 里面的物质什么都有啊，包括重金属在内啊。我自己记得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城市， PM2.5 高达900多，我在那个城市待了1个晚上，第2天我就得肺炎了，很多年以前了。重金属的污染物、冶金的行业、矿业、电子垃圾的焚烧、电池制造业、化工厂，各种各样的行业每天都在制造这些污染物的。那我们难道接触不到吗？二氧化硫对我们的危害，氮氧化物对我们的危害，还有各种比方说戴奥辛对我们的危害，一氧化碳，这么多的有毒有害物质。然后呢，还有呢，土壤里面的有毒有害物质，水里面的有毒有害物质。各位不要误会了，我不是在抱怨我们环境里面的有毒有害物质很多，我是在面对这个问题说，是的，我们面对这个环境确实是如此的，他们的顾虑是对的。但是难道我们就不喝水了吗？难道我们就不呼吸了吗？我问我的朋友，我说难道你们出门会戴防毒面具吗？不会啊，我们始终还是要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的。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环境，当然我们需要努力的去远离这些有毒有害物质。这是为什么我用很好的果蔬清洁剂去洗我的蔬菜，这是为什么我尽量吃干净的食物，我尽可能的去做。但是我个人相信，尽管我尽量做了，这些环境的毒素我恐怕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想办法远离这些有毒有害物质以外，难道我们人的身体就没有足够的能力保护我们自己吗？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能力帮助我们排毒解毒呢？这是我问的一个大问题啊！如果你去搜索，你去问 AI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说我们人体内威力最强大的排毒解毒剂，只准说一个，那会是什么？10有8九啊，你搜索出来的一种物质啊，名字叫做谷广甘肽。各位不要误会了哈，我不是在卖谷广甘肽的，而我也不鼓励你去买谷广甘肽回来吃哈。但是你去查，谷广甘肽大概是我们身体里面排毒解毒能力最强大的解毒剂之一。谷广甘肽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一种解毒和抗氧化剂之一，它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各种的毒物，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肝脏有排毒的功能，肝脏排毒就是依靠谷广甘肽在做排毒工作的。谷广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除农残，排除污染物，排除重金属，排除各种化学物质，排除酒精带来的毒素。所以谷广甘肽是一种多功能的排毒解毒剂啊。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足够多的谷广甘肽？那谷广甘肽我们身体在哪里制造的呢？大多数的谷广甘肽在我们身体的肝脏里面制造的，我们自己身体会制造的。在我们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制造谷广甘肽的能力比较强大。当我们年纪过了40岁以后，我们身体制造各种抗氧化剂的能力呢，逐渐的会下降。关键的问题在这里，谷广甘肽啊，我们的肝脏会制造，然后也会储存的。
储存起来以后以备不时之需的。当身体需要比较多的，你受感染了，比方说病毒感染、细菌感染，或者是你身体里面有毒素需要处理了，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消耗它已经制造出来的谷胱甘肽，因为临时需要比较多的时候是没有的，我们身体里面要有储存的，所以我们的肝脏储存的谷胱甘肽需要用的时候就拿来用，解毒排毒完了以后呢，我们的肝脏就继续制造继续储存，需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用。我的问题是够不够？就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毒素的挑战这么多这么复杂，我们身体制造的谷胱甘肽究竟够不够用？我给它的原材料够不够？我的营养够不够？足够不足够支持我的身体能够制造足够多的谷胱甘肽？这个是我的重点。我跟各位说，你到市面上去找谷胱甘肽的补充剂，我告诉你小心啊，它很贵，吃了以后多数是没有用的。你吃下去以后，它通不过胃酸呢，在胃里面相当多的谷胱甘肽就被消灭了，所以你吃下去以后是没有用的。在市面上可能可以买得到的直接利用率的谷胱甘肽非常贵，也非常的少，所以透过直接补充谷胱甘肽，做我们普通人的营养补充剂来说不太现实。我们需要从食物里面、饮食里面，或者是从其他的方面去考虑我们的身体如何能够得到谷胱甘肽。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自己会制造谷胱甘肽的，我们有没有能力给它提供足够多的原料来制造谷胱甘肽，这个是我们的重点。几个比较简单的办法来提高我们身体里面谷胱甘肽的水平，不是直接补充谷胱甘肽。如果你要直接补充谷胱甘肽，你需要买到比较特别的谷胱甘肽，不容易买得到。另外一个是前体，前体就是原材料的意思。如果你补充 NAC 中文叫做乙酰半磺氨酸， NAC 是谷胱甘肽的前体，它可以提高我们身体合成谷胱甘肽的数量跟能力，所以补充 NAC 是一种办法。另外一个是补充阿尔法硫辛酸，硫辛酸可以再生还有循环利用谷胱甘肽，所以我们在选择营养补充剂的时候可以考虑 NAC， 可以考虑硫辛酸。我们在食物里面可以增加硫化合物食物的摄入，比方说洋葱啊、大蒜啊、十字花科的蔬菜这一类的食物我们多吃一点，它是硫化合物，还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合成比较多的谷胱甘肽。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锻炼，适量的有氧运动或者是力量训练可以刺激我们身体合成谷胱甘肽。当然最后一个，尽可能的减少毒素的暴露，避免环境的污染，避免酒精，避免重金属。谷胱甘肽它是一种消耗品，你就了解说，一方面帮助我们身体制造它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帮助身体节约，少用掉它们，就远离这些毒素，少生病，让自己身体健康，让我们身体避免病毒感染，避免细菌感染，降低身体的炎症，我们身体对谷胱甘肽的消耗就可以下降。所以一方面增加身体的制造，另外一方面降低身体的消耗，这样子呢，能够让我们身体能够充分的有谷胱甘肽的保护。当我们能够把身体的谷胱甘肽的水平做一个良好的平衡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大的减少很多慢性病的风险、健康的风险，比方说呼吸道的刺激，比方说某一些癌症，比方说儿童大脑的发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甲状腺的健康，内分泌的系统是不是能够平衡，男性的生殖问题通通跟这个有关呢。所以能够维持我们身体里面谷胱甘肽平衡，来应对环境的毒素，应对食物的毒素，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